我们范家有个祖传机密，全家3代都是给女主当垫脚石的女配专业户，原配的外婆、青梅的妈，到我直接奖池叠加。作为恶毒女配，不仅要让位，还要被强行降智，促进狗男女感情升温。这种总裁文到底谁在看？我范微微与裴熙玲结婚2年，我们相敬如宾，直到她身边出现了一位小白花实习秘书，打破了平静的生活。范家别墅里，外婆和妈妈熟练地给我传授霸道总裁文秘籍。原来我们一家子都是女配。好消息，我在霸道总裁文里是男主的原配。坏消息是，我是要让位的女配，还是男女主感情升温 play 的一环。你要利用权势捉弄她，糟践她，但是又不能把她得罪死，因为她是女主。你要和她争抢男人，要全方位让她感受到压力和痛苦，认识你们的差距和高低贵贱。但要记住，你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促进他们的感情发展，最后你大度退出，成全他们。等一下，我吗？法律保护的原配，大度退出？我拿的是霸道总裁文里小情人带球跑的原配大小姐，你目前的剧本跟我有60%相似，建议听我的。我拿的是敌不过天降的青梅未婚妻人设，虽然没和男主成婚，但你的剧本跟我差不多，建议听我的。我沉默良久 ，CPU 在疯狂运行。小秘书既是情人又是天降，我的剧本是综合你们2人的了，那岂不是难度高很多？所以你就听我们俩的，我们过来人绝不会害你。我叹了口气。所以咱们一家子都是女配。外婆和妈妈点头。没错。我去他们神色。有没有什么体面一点的柳如烟剧本？霸总文里当炮灰说出去，死都不体面。之前我们从未跟你提过这些，就是不想让你对感情产生什么看法。不管怎么样，保住自己的小命和健康。毕竟很多总裁文里都是没有王法的。我懂妈妈的言下之意。我和裴熙玲是一个别墅区长大的，到了适婚年龄，她对我提出联姻，我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，点头答应了。我们举办了一个轰动全市的世纪婚礼，自此我们范家和裴家就是一体的。平淡中带点小确幸的婚姻生活过了2年，我今年正打算备孕生孩子，平民小白花就出现了。昨天是裴熙玲又一次为白岩河抛下我，她说新来的秘书搞砸了她的重要文件，她要即刻回去处理。近期白岩河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我的周围，我不得不高度关注，没想到这一下给我这么大个惊喜，可真是够劲儿。裴总他怎么可以这样？昨天才跟您商量着以后要生2个孩子，今天就和别的女人搞一块去了。我让助理收拾一下我备孕的保健药品，送去裴氏给白岩河。这玩意我现在用不上了，让他当着公司员工的面给女主。白岩河脸色跟大染缸一样红红绿绿，随后捂着脸哭着跑出去。妈，我这招怎么样？一上来就这么狠，你毁了他的名声，小心遭到反噬。白岩河求裴熙玲为他做主，裴熙玲也知道理亏没找我，他便恨上了我。我趁着裴熙玲理亏之际，我把裴氏的大客户抢了过来，让白岩河无比愧疚。熙玲，都怪我，为了我，你才会损失那么多。范微微太心狠了，范家和裴家明明是一体的，他这样自私，把利润全都搂过去给范家，裴家不好他就高兴了吗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我只是心疼你。就在这时，裴熙玲的另外一个秘书带着我敲门进来，白岩河愤恨地看我一眼，撇过头去，哼，下去泡2杯咖啡上来。白秘书有一手伺候人的好功夫，就让白秘书给我泡吧，让我尝尝新鲜。白岩河委屈含泪地看着裴熙玲，还不去等什么？白岩河气冲冲地走出去，用力把门带上。你这白秘书脾气不小啊。裴熙玲听到我的揶揄，没搭茬，岔开话题。过来找我有什么事？裴熙玲并没有觉得和白岩河的关系对我伤害有多大，她起初有点愧疚，但这点愧疚已经随着我把裴氏的大客户抢走而消散掉。我思考着怎么回答她的问题，毕竟从裴氏咬了一大口肉下来，而且我来不是为了工作，我过来是为了刁难白岩河的。曾经我也试过不按照剧情走，对女主不在乎，结果没有起到推进剧情的作用，导致我和我们在乎的人和事业都会遭受无端的打击，伤筋动骨。所以我得来推动剧情，保住我的江山。我过来找我老公必须有事才行吗？恰好此时白岩河端着咖啡进来，看向他脖子上的钻石项链，我眼珠子一转。白秘书真能干啊，听说你出身贫寒，读大学都是靠助学金，没想到进裴氏还没半年，10多万的钻石项链就戴上了。老公，还是你们裴氏给员工的待遇好，难怪我那几个助理天天说羡慕裴氏呢。这项链自然是裴熙玲送的。白岩河低头纳纳，不敢出声。给我和夫人订个餐厅，就新开的陵苑，出去吧。白岩河眼眶红红的出去了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对他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。看起来柔弱的小白花，谁能想到他以后会跟裴熙玲发展出真感情，让裴熙玲为了他用尽手段对付我和范氏，只为了让我给他腾位置。到了凌月坐下还没几分钟，白岩河又借机来送文件，我笑了笑邀请他。白秘书坐下一起用餐吧。白岩河偷偷看了一眼裴熙玲，他没有出言反对，就径直坐下。我从裴熙玲眼中看到一丝不悦，依照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很讨厌尊卑不分的人，但这又怎样？男主的所有准则都会为了女主而修改，
我看着白颜和像个保姆一样伺候裴西林用餐，裴西林也心安理得享用她的服饰。我不理解裴西林为什么会喜欢上白颜和，是因为她身上与众不同的柔弱气息，还是她自带女主光环？白秘书在外面和老板这么亲近不好吧？白颜和顿时僵住，收回手，安静地坐着。裴西林看我一眼，微微很少脾气这么外露，看来是白秘书做的不好，我回头让人罚他工资。白颜和顿时双眼含泪，模样像受尽了委屈。范小姐，是我的错，求你不要生气。怎么不叫我裴夫人？怎么，在白秘书心里，我不够格当裴夫人吗？寻思着今天的剧情应该走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男女主培养感情，我便站起来，装作生气的样子，转身走了。我没有回裴家，而是回了范家。妈妈听完我说的点点头，差不多可以消停一段时间了。你逼得太急也不好，给点时间男女主缓冲。你知道的，我和你外婆无比支持你离婚，但是范裴两家合作过深，一时是分离不开的。不管是剧情原因还是现实原因，你俩现在都离不了婚。在范家住了几天，裴西林还以为我生气，让人给我送了一堆名贵礼物，而负责给我采购礼物的人正是白颜和。他光顾范家几次，我都让管家接待他，连面都没露过。回去之后，他向裴西林撒娇：西林，范小姐还在生我的气，怎么办啊？她见都不肯见我，非要我给她跪下才行吗？你认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让他生气？白颜和哽住，低头抽泣。我最错的就是不应该来裴氏上班，不应该遇上你，爱上你。可是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啊，爱情哪有什么先来后到，这东西又不讲道理。你是裴氏定向资助的大学生，你一定会来裴氏上班，所以我们一定会相遇啊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范小姐不应该怪我，要怪就怪命运。他一天不回裴家，你就去送一天。别墅区这几天人尽皆知，吃瓜的每天蹲点看热闹，豪门这样的情况很常见。我可以闹，但不能闹得太过分，要保持着一个度。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只是玩玩而已，我永远都是他唯一的妻子，正是要有容人之量。我叹了口气，我不回去都不行。当我回到裴家的时候，卧室中出现了一朵不属于我这个女主人的小绒花。女佣慌张解释：夫人，我检查过，之前真没有这朵花。有谁来过裴家？有，是裴总的秘书说来求一份文件，他说他姓白。白颜和，这是跟我宣战。我嘲讽一笑，随手拍下这朵花发给裴西林。你可爱的白秘书来取走文件，却留下了花，不知道有什么寓意。我以后不会让他步入裴家半步，别生气，我晚上回来陪你吃饭。白眼一翻，拜托，谁稀罕跟你一根烂黄瓜一起吃饭啊？我存心跟他作对，立刻打电话邀请几个闺蜜带上好友伴侣来别墅做客。于是等到裴西林把所有工作都推掉回家的时候，便看见自家大草坪上灯火通明，热热闹闹的一群人在自助餐、唱 K、跳舞，还有就是遛狗。我看着裴西林远远僵着的身影乐了。认识这么多年，我自然知道他不喜欢宠物，甚至对宠物的气味和毛发有点过敏。过敏就是接触少了，天天接触它就会好的。小金毛就留下给我，以后它就是我的保护神了。裴西林黑沉着脸，最后冷哼一声，转身去了白颜和的公寓。因为我养了狗，裴西林干脆不回来，我们陷入冷战当中。裴西林妈妈打电话过来：微微，西林做错事，我和他爸都骂过他了，只有你肚子里出来的才配当裴家的继承人。等西林玩腻了，我就让人把他远远送走，保证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虚以为仪的跟婆婆应付了几句，我又把这些话当笑话一样跟妈妈说了。依照我的经验，那小秘书很快就会怀孕，然后就会逼男人做选择。一开始男人肯定是选原配的，然后就开始恨海晴天，纠缠个几百回，最后女的带球跑，男的终于清醒过来，为了她什么都可以不要，然后你俩离婚，他们 happy ending。 这都还 happy ending？ 这么狗血老掉牙的霸总文，到底是谁在看？1个月后，范小姐，求求你可怜我，也可怜一下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医生说了我体质特殊，如果打掉这个小孩，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当母亲了。可怜兮兮的出现在我面前求情。10个小说女主8个都是体质特殊的。我没让你打掉孩子啊，你找我干嘛？今天我带着小金毛来犬犬聚会，没想到白颜和一个孕妇敢追到这里来，外面起码上百只大型犬。范小姐，你别装了，如果不是你开口，西林她不会舍得不要孩子。我知道你家里背景深厚，也知道范氏和裴氏有很多合作，很多时候西林都要看你的脸色过日子，但是我真的求求你了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孩子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求你给他一个活着的机会。白颜和说着情绪激动起来。不是，裴西林什么时候看我的脸色过日子了？我无语的看着白颜和的表演，旁边有几个狗狗主人也看不下去。你一个2+1，怎么敢舞到原配面前来的？这个社会像你这么不要脸的真的很少见了。你不去求男人，反而过来我朋友面前秀，你真恶心啊！这边的热闹引起了玩乐区那边的注意力，可能是狗狗感知到主人的情绪，好几条大型犬朝我们飞奔过来。白颜和吓得脸色煞白往后退，突然一个崴脚往后倒去。看过狗血文的众所周知，当女主出现在你面前，还是身怀有孕的时候，你务必比所有人都要注意她的人身安全。
我一个健步如飞，猛地上前拉住了他。白言和惊魂未定，哭丧着脸：“你怎么会救我？正常人都不会看着一个孕妇在自己面前倒下。你走吧，这里很多大型犬，不适合你。”白言和离开后，我给裴西林打电话：“看好你的小秘书，我也不是次次都那么好心肠救他。既然打不了就生下来，我们的离婚事宜应该提上日程了。”豪门离婚没那么简单，我早就做好打长久战的打算，只是不知道男女主等不等得及。不知道裴西林跟白言和说了什么。某一天，白言和带球跑了，但他临走时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我以为你是真的想成全我，没想到你只是装模作样。我不会再让你找到我，直到孩子平安出生。”外婆叫我马上回家住，省得裴西林发疯。我踏出别墅大门的第一步，就碰上了双目赤红的裴西林。他疯了一样，大力掐住我肩膀摇晃：“你把白言和弄去哪里了？快把他还给我！”我呆愣地看着他，说实话，这一刻我以为裴西林中邪了。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失态的样子，认识10几年，结婚2年，他一直是得体尊贵的。他眼里含着一丝挣扎，让我觉得他似乎也不想这么失态。你蒙混我了，给我放手！我和你的小秘书有没有联系和接触，你不知道吗？找我要人，你别太搞笑了，裴西林。他临走的最后一条消息告诉我，是你不放心他的存在，是你逼他走的。我都要跟你离婚了，我还不放心他的存在？他是个什么玩意啊？他也配吗？除了你，还有谁会为难他？裴西林看我的眼神凶狠无比，我一口气哽在胸口，差点气得跳起来打人。裴西林，我希望你能听得懂人话，人失踪了就去报警，你找我一点用也没有。如果你有证据，就让警察来捉我。你放开我！我一天找不到他，你就一天不许离开这里。我怎么都挣脱不了他的大手。关键时刻，小金毛从花园里突出来，咬住裴西林的裤腿不放。管家也借着牵狗的机会把我跟裴西林隔开。我气疯了，颤抖着手指着裴西林：“你好样的，真当我们范家好欺负不成？给你面子你不要，好，那就等着瞧。”说完，我抱起小金毛，气冲冲回到范家。裴西林这狗东西还想囚禁我不成？真是目无王法。说的没错，总裁碗里是没有王法的。你妈也很气，正打算趁着裴西林失去理智这段时间，在裴氏狠狠咬下一块肉来，到时候全部给我家微微拿去挥霍。幸好我有外婆和妈妈，不然我肯定从白言和第一天冒头就跟他斗。裴西林男主身份肯定要跟我对着干，到时候范家和裴家都会两败俱伤。然而裴家是男主家，自带光环，怎么着都会起死回生。而范家却因为得罪男女主的反派世家，一天天败落下去，最后全家的下场都会很凄惨。我也不稀罕一根出轨的烂黄瓜，为了一根烂黄瓜失去理智，害了全家可不知道。你那时候的小情人带球跑去哪了？我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，他没什么地方好选，总归是一些什么海边小镇、边陲小镇之类的，他们的脑子都一个路数。不得不说，当小说女主想藏起来的时候，没人能找到她。半个月过去，裴西林那个疯子把全城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找不到白言和，我也没闲着，摸到了他亲妈给白言和使绊子的实锤。裴西林的妈妈怕白言和肚子里的孩子搅黄两家企业合作，买通公司员工下黑手，可惜女主光环太硬，没伤到分毫。最后裴西林也只能捏着鼻子把人辞了。离婚推进的也并不顺利，裴家父母不允许裴西林跟我离婚，而裴西林本人也保持沉默。我看见你这副模样就犯恶心，不是说了有事找我的代理律师吗？裴西林脸上闪过一丝屈辱，他深深地看着我。我想跟你谈。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就行了？我占你很多便宜吗？你是过错方，我也不过要求合理分割财产罢了，一丝一毫都没多要。主要是律师跟我说，多要的话要牵扯很多年，我才不要的。但是分裴西林一半财产，也够让他伤筋动骨。这样吧，你爽快签字，我让白言和自己回到你身边。裴西林眼睛一亮，随即怒气上涌。你还说不是你把他藏起来，想用他来威胁我夺取裴家的股份财产，你做梦？你是傻 X 吗？你不是找了一堆人监视我吗？我有没有藏白言和你查不出来吗？我真的怀疑你不是原来的裴西林，你是不是被夺舍了？裴西林听完，整个人好像被雷劈了一样，他的双眸明暗交杂的，看得我浑身发毛。最后裴西林还是签了离婚协议，随即我就把裴西林的签字发给白言和，我不信他会真的不看微信。不到1个月，裴西林就找到在妇产科产检的白言和，两人在医院当众表演旋转亲吻。我让人把这段视频和照片传出去，很快评论区就有知情人士出来科普，这下子所有人都知道裴家的瓜。离开男女主，我家乖乖的好日子就要来了，以后千万不要跟他们接触。小说里男女主幸福的在一起后，可不是每一天都那么开心的。以后男女主再找你，你洗脚水泼出去，对前夫心软会倒霉哟。我前夫跟小情人结婚后就无数次找过我，然后我每次稍微搭理他们一点，自家就会倒大霉。我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结婚后也不知道抽什么风，有一段时间缠着我不放，幸好后来出国了。
我听说他们在国外过得也很不好，还托人问我借钱。宝贝呀，你以后可千万不能对前夫心软，不然会倒霉的。裴西林整个人的转变真的不可思议，但是我也没爱他失去理智，比起他我还是更维护咱家的利益。咱们虽然全家都是女配，却活得不比女主差，因为人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女主角。